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家媒体评选出的2023年年度最佳对局。我们可能时常会问，如何才能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呢？这个对局就给出了答案，它需要2次弃子、95%的准确率，以及象棋特级大师威斯利·寿这个名字。这位美国棋手并没有被卡尔森吓倒，却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攻击。电脑分析引擎不大喜欢他并不重要，威斯利·寿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。好，白方是排名世界第7的威斯利·寿，当时的积分是2737分。黑方是排名世界第1的马格努斯·卡尔森，当时的积分是2818分。白方王兵开局，黑方西5，黑方西西里开局。白方第2步走了小众的走法，跳了后翼的马到了西3，坏处呢是挡住了西兵推进的道路。黑方正常跳马到西6，卡尔森选择了进攻性比较强的西西里开局。白方出王翼的马，貌似正常的出子呢，但是却隐藏着动机。如果黑方不去理会，白方很有可能下步会拱兵第4了，那样白方第4兵在马和后的保护下，可以形成经典的兵中心的兵形了。所以黑方E 5，防止白方拱兵的同时抢夺中心。但这步的缺点呢，就是黑方给自己留了一个防守上的漏洞，也就是第5格。那里呢，因为没有兵的防守，很快会成为白方马的有利的据点。紧接着白方立刻出象到了西4，加大了对第5格的控制。中心就是战场，现在白方更像是意大利开局了。通常黑方下步需要出象到 E7， 出象的同时来防止住白方有可能的下步马跳到 G5 的这种草杆攻击。而卡尔森走了拱兵到了 G6， 黑方选择了王翼堡垒象的出象方法，白方第3，黑方 H6。 好棋，阻止掉了白方象和马来利用 G5 格的这个优势。前5步呢，双方走的是中规中矩，分水岭在第6步这里。白方下步走的最多的就是易位，然后黑方有堡垒象，间接的控制住了将来的第4格。接下来呢，黑方会为了第4格而战斗，而白方呢会把争夺第5的使用权加入到他的主要战场里。这也是卡尔森在2021年走过的。还有一种最近流行的走法呢，就是白方会把 F3 的马原封不动的跳回到 G1， 目的是为了下步拱兵 F4 进行王翼进攻。最后一种呢，就是对局中白方走了 H3 拱兵，这其实呢是多重目的的一步。第一是防止黑方即将到来的象到 G4 和马到 G4 的这种可能性。第二呢，白方想给自己的 F3 找一个好的家，将来会有 H2 再到 G4 的这种跳法。第三呢，也就是最关键的想法，刚才我们说了，白方有马原封不动的跳到 G1 的这个思路，目的呢是让开 F 线，让 F 兵拱起来。同样，马现在可以跳到 H2 了，让开了 F 线。所以黑方第6拱兵，打开黑方白根象的象路，白方按计划退马到了 H2， 黑方堡垒象，白方易位。卡尔森之前呢是走过类似的开局的，为了不挡住象对 E5 第4的支持，他会斜着出马，出到王翼的马到了 E7， 但这个局面呢是不同的。考虑到白方不同寻常的马跳到了 H2 的走法，显然白方想来到 G4 格的，马到 G4 的，那样 H6 的兵和整个王翼都会增加很大的压力。黑方要阻止掉白方的企图，所以跳马到了 F6。 白方说好，你阻止了我一个方案，我还有另外一个。白方接着拱兵到了 F4， 白方选择了进攻性很强的王翼的 F 兵突破的这种下法。如果黑方不管这个兵，他会继续推进到 F5 的，白方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兵链，那样全都指向了黑方的王翼，白方将有很大的空间优势和王翼兵风暴的攻势。黑方走了最好的一步，也就是一兵换 F 兵，黑方象吃兵，连带出子，黑方易位。好，黑方现在有堡垒象了，白方上后到了 D2， 对付堡垒象常用的招数就来了，串击瞄准 H6 这个兵，黑方挪王来保护。这呢也是有堡垒象的一方应对后象的这种斜线攻势常用的招数，用王来参与防守。还有拱兵到 G5 的防守的方法，我们通常是不推荐的。比如这个时候如果拱兵 G5 的话，白方会选择退象，接下来黑方继续出子。通常应对堡垒象的方法，一个是后象沿着斜线的进攻方法，另外一个就是车前兵的突破，也就是如果是王翼堡垒象会用 H 兵的这个突破，如果是后翼堡垒象呢会用 A 兵的突破。尤其是现在黑方的王翼兵推进的过多，你看 H6、G5 和 F7， 在这种情况下
骑兵没有得到2个兵的保护，是很容易被换掉的。所以这时呢，白方 H4 拱兵非常有效，黑方王翼呢将被打开，白方有很强的攻势。对局中黑方上王来保护，白方 H2 的马因为不能去 G4 了，所以重回到 F3， 黑方出白格象，邀请换子。这也是好棋，卡尔森一直在做正确的决定。白方2个象都是非常活跃的，黑方要为自己减轻压力。目前双方是均势的，如果白方这里换象的话，黑方会补充上来一个中心兵，又将获得 F 线的使用权。那样的话，双方的局面将变得很相似，会进入到平淡的阵地战里边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和棋，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年度对局了。白方卫斯理呢并不想这样，而是继续他的进攻，他选择了跳马到 G5 将军。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弃子，有以往的塔尔或者是墨菲的那种浪漫主义象棋的风格。我们先不说这步弃马好是不好，但黑方这里呢是一定要接受的，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双重的攻击。如果不管，那么 E6 的格将落入白方之手，所以黑方吃马，白方象吃兵，一马换一兵，明显白方吃亏。但白方知道怎样利用这个先手的优势，目前象牵制的马后是不敢动的，白方又因为有2个子在进攻这个马，下面白方要挪后到 F2， 这样就变成3个了，到时候 F6 的马是很难防的，而且后到冲 F2 还可以到 H4 去将军，这又是极度危险的。试想，如果卡尔森都不能把控这个目前这个局面，还有谁说这个弃子是不好的呢？黑方需要调集力量来加强这个王翼的防守，和防止白后到 F2 来对 F6 的马的这个威胁，所以卡尔森走了马到 E5。想法呢，就是可以从 E5 马可以去到 D7， 连环住这个马来加强对 F6 马的防守。双方按计划后到 F2， 马到 D7， 3个攻击者3个防守者都在瞄准着这个 F6 的马。黑方目前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白方因为已经少了一个子，这时候是不能停止进攻的。怎样能继续火上浇油呢？白方如果现在后到 H4， 虽然带一将，但仍然不能加大对 F6 马的攻势，所以白方这里走了又一步好棋 E5 拱兵，这又是一个弃子，不过这次是兵。不过他的用意呢是要打开更多的进攻的线路，想让西3上的马能够来到王翼，而E4的兵之前是挡路的，同样又是黑方不得不接受这个弃子了。这个兵也在双重攻击，黑方选择兵吃，白方上马，又一个攻击者来了。现在呢就是4比3的情况了。其实黑方现在是希望白方简化局面换子的，反正黑方已经整整多了一个马，只是当换子之后呢，西5兵将无人防守，所以黑方走了后到 B6， 不和你争了，多的子还给你好了，但不能再损失这个兵，这就是黑方的底线，也就是他的目的。这也是电脑分析的第3好的走法，但是它的坏处呢，就是白方在 F 线上的威胁过于强大，这个纵子串击过于强大，而且允许白方后到 H4 的这个将军。其实最好的防守方法其实是黑方呢，把他的白格象送到 F 线来挡住白方这个 F 线上的纵子威胁。果然白方是不会放弃 H 线上的通路的，后到 H4 将军。这时候呢，第一反应就是王离开 H 线到 G8， 但那样的话，白方之前的努力很快就会得到回报了，因为白方可以有漂亮的车吃马的这一步。相比马和象呢，对黑方的威胁，白方车没有那么有用，可以先弃掉它，因为现在没有开放线，而黑方却不敢吃它，因为无论是象吃还是马吃，白方都会用马和象来吃回来，而无论哪个子留在了 F6 格，那在 H4 上的后来到底线都是要将杀的。比如说如果黑方马吃，那白方马吃带将，现在不吃马都不行，继续交换，黑方已经没救了。所以对局中卡尔森做了最好的决定，不挪王，而选择了跳马到 H5 来挡住这个将军。马在这儿其实并不能阻止白方的攻势，白方是绝对不能停下来的，所以 G4 兵拱兵在所难免，作死这个马。其实一直到现在呢，根据电脑分析，双方还是不相上下，是均势的，但大家都是人类，白方这样的全力猛攻，人类是感觉不到均势的。
黑方只会认为自己要被攻破城门了，在巨大的压力的时候呢，不精确的走法就会自动出现，黑方选择了交换掉他的白格象。这一步呢，使黑方陷入了不利的局面。其实静下来分析，白方现在最多的威胁呢是王毅的突破。这步换象对解决这些威胁有帮助吗？如果再让卡尔森做选择的话，我想他会走最好的一步，那就是拱兵 F5。我们看，如果拱兵 F5 会怎么样呢？这样做的结果呢，是黑方的王毅的兵将全部消失。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呢，双方将再次进入军事。我们看双方都用兵吃，白方 H 兵换骑兵带将，黑方一定要用王吃兵的。可能人类都不太喜欢现在这样的局面，不过黑方却是真的没有问题。接着白方会挪王让出蓟县，黑方持续他的换子策略换象。如果白方不理会黑方的这个白合象，他下步呢会吃第3的兵，而白方是不想用西兵去吃的，因为后会冲下来带将。黑方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换子，到时候白方的攻势就没了，黑方自己也就安全了。而白方的车呢不能及时的到蓟县，因为如果挪车，那样就给黑方王从 F 线逃走的这个时间了。有意思的是，随着白方马被换掉，F 兵骑兵的消失，白方赢棋的可能也在消失。白方这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其实就是长江和棋了，所以后吃兵将，黑方吃象。现在线路都开了，白方可以在 G4、H4 和 E4 上长江和棋了。我们看，先到 G4 将，然后再到 H4 将，最后来到 E4 将。黑方是没有办法躲开的，最终会是和棋。我们返回到对局中，当卡尔森换象之后，白方并没有用兵来吃象，而是继续他的王毅进攻，兵来吃马。黑方退象要来换马，白方可以用 H 兵吃掉这个骑兵带将的，那样会把黑王引到 G6 格。但白方选择了另外一个的攻击手段，那就是马跳 F6 将，黑方马吃马，白方车吃上来。同样，目前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线，而白方如果最终有象停留在 F6 上，那是有直接的威胁将杀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车没有象有用，而且现在威胁黑方的皇后。白方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攻势。在这种局面下，我们看黑方可以有的选择。如果黑方选择把后挪开，比如说后吃 B2 上的兵，那白方就有2步杀了。那 H 兵先吃掉骑兵，黑方只有王躲开，接下来最后后来到 H7 将杀。那另外的方法呢？如果选择象吃车，其实这是一步好棋，不过留下的局面呢，也不是黑方想看到的。白方会吃兵带将，黑方的王呢不敢躲进蓟县，因为 G6 上的兵和 H4 上的后呢可以宣判黑王的死刑了，所以黑方可以王吃兵，也是可以活下来的。白方后将，黑方继续挪王到 F5， 白方再次用车将，黑方只能逃到 E6。 好，黑方黑格象现在是落单了，那白方车吃继续带将，黑方挪开，白方接着吃后，最后呢会形成这样的局面。但黑方双车对一后并没有多大的优势，还是可以继续战斗的。对局中卡尔森并不看好这种变法，反正都是要丢后了，他选择了立刻后吃车。虽然这是电脑推荐的第3步好的棋，却成为了这个对局中最大的问题。白方吃后，为了不让白方下步 H 兵吃骑兵带将开线，黑方主动的 G5 拱兵，坚决不打开 H 线，白方后吃。面对白方后吃象的将杀威胁，黑方继续换象。现在呢，其实白方的警钟也应该响起了，后和王都在同一条开放的线路上，黑方的车随时可能来到蓟县，来扳回这场对局。如果白方现在后吃象呢，白方就没有将军了，主动权就拱手交给了黑方，那么黑方可以开始在蓟县上将军了，然后开始反击。所以白方并不急于吃象，而是继续将军，继续掌握主动权。黑方呢挪王到了 G7， 黑王是象唯一的保护者，引离战术可以使用了。白方拱兵 H 兵将军，黑方吃兵，白方只有这个时候才把这个象吃回来，和2步前是完全不同的。白方是一直是有将军的，一直没有给黑方机会把车放到蓟县上来反击。白方牢牢地抓住了主动权。之所以白方把 H 兵让给黑方吃，也是因为我们看现在白方的后可以自由地来到了 H4 将军了。之前 H5 的兵是挡住了自己的进攻路线的。
白方目前是多后领先的局面，稳赢了，而黑方的卡尔森呢，却展现出了了不起的坚持。但之后白方卫斯理稳扎稳打，没有将优势让出来。我们看黑方接着王到了 H7， 接下来白方接连2次将军，白方是一定要把车加入到进攻的，于是挪王到了 F2， 让开蓟县。黑方终于把车放到了蓟县，白方为了这个时刻呢，已经准备了好久，后到 H4 将军，黑方只能挪王到蓟县，白方这个时候车来到蓟县，接着将，黑方王到 F5， 白方后到 H7 斜线将军，这个时候如果黑方挪王躲开，那他的2个车将被白方换掉，所以黑方只好车到 G6， 挡住将军的同时，借着 F 兵保护一下自己的车。白方简化局面依然是换子，白方后到 D7 将军，同时捉象，白方挪象到 E6 挡住，白方吃 B7 的兵，接着捉车，黑方车到 H8 捉白方 H3 上的兵，黑方王到 G3 保护一下，紧接着黑方 G5 拱兵，黑方把目标呢定在了进攻 H 兵身上，首先挡住白方 H 兵的前进道路，下面呢会把王挪到 F6， 那样的话象和车瞄准着 H3 的兵就可以得手了。白方没有给黑方王到 E6 的 F6 的这些机会，而选择了后到 G7 先捉车，黑方车到 H4， 好，黑方的王翼进攻停止了，白方 A2， 现在还是在被攻击的情况下，还是无人防守的，所以白方 B3 拱兵来挡住，黑方 A5 拱兵，黑方打算下步呢继续 A4 拱下来，还是威胁换兵，反正黑方的兵形不好，那样至少可以做出一些贡献。白方没有给他机会， A4 拱兵挡住，阻止掉他这个计划。黑方已经没有什么好棋走了，现在 A 兵 C 兵很容易被白方的后吃掉。而另外的2个兵呢 ，E 兵和 G 兵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自己的国王现在被困在中心，白方的计划很简单，利用后翼完整的兵形，用后消除掉黑方 A 兵和 C 兵，然后在后翼形成通路兵。对局中黑方拱兵 E4 寻求接着换兵，白方交换，这时如果黑方车吃兵，那白方有后到 F8 将军的同时进攻西5兵，白方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黑方选择了用王吃 D 兵，没错，白方现在就可以吃掉 G5 的兵，但是同样的情况又来了，吃掉 G5 的兵是没有将军的，而黑方会马上用车吃掉 H3 的兵带将，黑方将再次得到主动权，所以白方卫斯理还是选择了接着连续的5次将军，牢牢地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。先是后到 G6 将，黑方象挡住，后到 C6 将，同时捉兵，黑方挪王躲开，同时保兵，白方西5冲兵，用兵再将。如果黑方用王吃兵的话，那白方后吃兵捉双，黑方会丢象，所以黑方王回到了 E5， 放弃兵来选择保护象，白方终于吃兵带将，黑方王到了 F6。 好，白方现在可以继续吃 A 兵了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白方吃兵是没有将军的，那样就轮到黑方反击了。那黑方有什么计划呢？黑方关键的一步就是车吃 H3 的兵，然后干扰白方的后翼的兵，再把自己的骑兵继续挺进。白方怎样防止这一切的发生呢？要知道黑方 A 兵是孤兵，这个劣势是不会自动消失的，白方并不急于现在就吃掉它。白方走了又一步好棋，后到 B6 继续将，迫使黑方退象来挡住。白方王到 G2 躲开黑方可能的车吃兵之后的带将。那现在黑方是不是可以用车吃兵了呢？其实黑方是不敢吃的，如果这时候黑方吃兵，白方可以移后换掉黑方的象和车，是这样走的，后吃 E6 先带将，然后再吃掉 H3 上的车，简化这个局面。黑方王去后翼吃兵，白方有3个连在一起的兵，这是一定会生变的。我们看白方会继续拱兵到 B 兵到 B4， 这呢是典型的多兵残局。换兵之后，黑王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兵形的，一个王是做不到的。比如说王到 C4， 白方会 A5 拱兵，那王到 B5， 现在黑王是永远不敢吃 B 兵的，一旦吃了呢，他将永远追不上这个 A 兵生变的速度，除非这个王可以一次挪2步，而自己唯一的这个兵呢，也已经很快就要消失了，所以白方的王可以很快的又可以来到后翼来帮忙。
白方已经是稳赢了，所以返回到对局中。那现在黑方不吃兵，黑方走了车到 E4， 白方 B4 拱兵，双方交换。黑方车到 E2 来将军，白方王到 G3， 黑方车到 A2 来捉兵。现在轮到白方了，白方可以抢回将军的权利了，但重要的是白方后要到一个有利的位置，这里呢后到 D4 先将，黑方挪王到 F5， 后再到 D3 再将，黑方挪王到了 E5， 现在呢后到了白格，可以保护 A 兵推进到 A6 了。白方首先 A5 防守一下，黑方象到 D5， 这是凯尔森在53步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坚持，希望白方按计划继续拱兵到 A6。 其实这样的话呢，黑方就是一步杀了，车到 G2， 是一个漂亮的一步杀。返回到对局中呢，白方没有松懈，他走了后到 E3 继续将，黑方王到了 F5， 这里呢又有一个反复，接着将，最终白方把王放到了安全的 G4 格，黑方车到 G2 最后的一个将军，白方王到了 H5， 没有将军了，黑方挪象来捉后，白方挪后带将，黑方王到了 F4， 白方终于可以 A6 拱兵了，黑方最后一步车到C2来捉后。但马上呢，卡尔森就意识到这已经是来不及防守了，白方有后到 F6 的这个将军啊，那样的话黑方 G5 兵就已经丢了，随即卡尔森在这里就认输了。白方卫斯理呢拥有了一个漂亮的胜利，赛后评估白方走棋非常完美，错误评分是 0.09 分，而黑方也是很准确的，错误评分是 0.26 分，略微高于白方。按照通常的准确率100分的评分来计算呢，白方是95分，黑方是 90.8 分，这无疑是一个大师的作品。好，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2023年的年度对局，希望大家可以发现在下棋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性，有时不惜弃子抢先。好，我会把对局的链接放到评论区里，方便大家查阅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